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不管信不信佛的人，到了最恐惧、最无助的那一刻，本能喊出来的，往往都是一句阿弥陀佛。这就很奇怪了。如果它仅仅是一句普通的佛号，为什么会在人最深沉、最无助的恐惧中被唤醒？为什么千百年来老祖宗要把这4个字世世代代的传下来？这就说明这4个字根本不是随便喊喊的，它里面藏着一个大秘密。很多老朋友啊，念了大半辈子的佛，天天手里掐着一串念珠，可是你问他念佛到底为了什么，他心里想的无非是求菩萨保佑发财，或者求身体健康、消灾免难。这不叫念佛，这叫跟佛做买卖、谈交易。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可怕的误区，是你打心底里觉得佛是一个高高在上、坐在莲花台上的神仙，你喊他的名字就是求他来帮你摆平麻烦。你把自己放得很低，把佛捧得很高，全程都在向外求。我告诉你，错得离谱。你要晓得，阿弥陀佛这4个字从来不是一个用来求人的称呼，它是老祖宗留在我们生命最深处的一组密码，是一把用来调整你身心气机的钥匙。世间万事万物，说到底都是一股气机在运转。人到了晚年，为什么身上全是病？为什么总觉得家里气场不对、不顺当？你想想，你每天都在想些什么？你只要一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对儿女前途的焦虑，或者是对死亡、对衰老的极度恐惧。当你被这些东西填满的时候，你心里的那股气机是往下沉的，是极其杂乱而且扭曲的。这就叫业力牵引。在这种充满怨气和恐惧的低频状态下，你看谁都不顺眼，你身上散发出来的磁场自然就会招惹更多不顺心的人和事。而阿弥陀佛这4个字是什么意思？它代表的是整个宇宙里面最清净一股气场。当你在极度恐惧中本能的大喊一声阿弥陀佛的时候，其实是你生命最深处的本能在试图拨通这个宇宙里最强大的密码。你在用这4个字强行切断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恐惧，去接通那股绝对清净的力量，来稳住你快要崩溃的气机。这就是佛法里常讲的感应道交。可是你们看看，咱们平时在家里是怎么念佛的？你一边在厨房里切菜，嘴里念着阿弥陀佛，脑子里却在生闷气。你一边拨着佛珠，一边耳朵竖得老高，听着客厅里儿子和儿媳妇是不是又在吵架？你这哪里是在念佛？你这是在往密码锁里塞烂泥巴。你发出的声音里全是贪嗔痴的杂音，全是你想要控制别人的欲望。你自身的心波跟阿弥陀佛那个清净的大愿海完全是错开的，频道根本对不上。你怎么可能接收得到那股安定的力量？你越念心里反而越烦躁，最后你还要怪一句，说这佛法怎么不灵？所以佛法根本不是迷信，它是帮你看清自己的一门大智慧。佛不是代替你吃饭、代替你生病的神仙，佛是那个早就看透了因果，走出了人生的迷宫，然后站在出口处，举着一盏明灯，耐心地告诉你出路在哪里的人。可是咱们很多老朋友偏偏喜欢跪在迷宫的死胡同里，闭着眼睛磕头，连佛指的路都不看一眼，只顾着求佛给你凭空变出几个馒头来，或者把前面那堵墙给推倒，这就太可惜了。既然念佛不能搞，世俗的买卖交易也不是让你盲目的
向外去求神仙保佑。那么问题就来了，咱们这个世间的佛教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是他把佛法传给我们的，按理说咱们最该念的是他的名字才对。可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当年讲法的时候，非要苦口婆心地劝我们要把余生的指望全部放在另一位阿弥陀佛身上呢？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绝妙的配合？你们把这个配合听懂了，人生的很多死结自然就解开了。诸位要知道，咱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在佛法里有一个专门的叫法，叫娑婆世界。娑婆这2个字翻译过来就是堪忍，意思是你活在这个世上，处处都是缺憾，处处都是摩擦，你得有极大的忍耐力才能在这儿活下去。释迦牟尼佛就是咱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一位严厉的老师，他当年在菩提树下悟道，把这个世界的真相看得清清楚楚，他毫不留情地给咱们开出了一味极其苦涩的药，叫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话听着深奥，其实落到咱们晚年这几十年的日子里太实在了。你想想看，你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积蓄，一场大病可能瞬间就花光了，这叫无常。你把儿女拉扯大，满心以为老了能跟他们住在一起享清福，结果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心思，根本不按你的套路来，你抓得越紧，他们跑得越远，这叫无我。释迦牟尼佛就是要一棍子把你打醒，告诉你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哪怕是你的面子，你的钱财，你的亲骨肉，是你可以永远死死抓在手里不放的。你越是想掌控一切，你心里的地狱就越深。可是释迦牟尼佛这味药太苦了，他知道咱们这些凡夫俗子的心力太弱，真碰到大难临头，家庭生变的时候，光靠咱们自己那点定力根本做不到放下。所以这位严厉的老师在指出了残酷的真相后，大发慈悲，给咱们指了一条退路，一条能托底的绿色通道。他指着远方告诉大家，在那边有一位阿弥陀佛，他发下了48个大愿，建了一个清净的大愿海。如果你们在这个娑婆世界里实在觉得太疼了，实在扛不住自己造下的那些因果烂账了，你们就去念他的名字，向他借力。这就是2位佛陀的绝妙配合。释迦佛在前面当严师，揭穿假象，打碎你的执念；弥陀佛在后面当慈母，张开大愿海，给你一个安顿心灵的避风港。但是很多人根本不明白，这个苦心非但没有借着佛号去放下执念，反而把这句清净的佛号当成了满足自己控制欲的武器。我见过这么一个家庭，婆婆王老太早年丧偶，一个人吃尽了苦头，咬着牙把独生子拉扯大，还供到了名牌大学。按理说到了60多岁，儿子成家立业了，他该歇歇了，但他的心根本停不下来。王老太这辈子最大的欲望就是在这个家里必须拥有绝对的掌控权。他最害怕的就是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娘，害怕自己在这个家里变成一个没用的被边缘化的老太婆。儿子结婚后，王老太理所当然地搬过去同住，一开始只是要求儿媳妇按她的规矩洗衣服拖地，后来慢慢发展到要管控小两口的工资卡，甚至连儿媳妇什么时候备孕他都要强行安排。儿媳妇是在城里长大的，受不了这种窒息的管理，开始反抗。儿子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王老太一看儿媳妇敢顶嘴，觉得天都要塌了。他没有反思自己的越界，反而觉得是儿媳妇八字不好，业障太重，是来客他们家的。于是王老太开始学佛了，但他这学佛不是为了向内清理自己的怒气，而是为了用菩萨来压制儿媳妇。他买了一个特别大的木鱼，在客厅正中央设了个佛堂，只要儿媳妇一下班进门，王老太就盘腿坐在那儿，闭着眼睛极其用力地敲木鱼，嘴里大声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一年中秋节，原本一家人高高兴兴准备吃顿团圆饭，儿媳妇为了孝敬，特意花了点钱买了2只大螃蟹和一条鲜活的鱼提回来。儿媳妇在厨房忙活了半天，端上桌喊王老太吃饭。王老太走到桌边，一看那盘螃蟹，脸色瞬间就沉下来了。她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拿起那一长串佛珠，连看都不看儿媳妇一眼，翻着白眼盯着天花板，手指头飞快地拨弄着珠子。他故意把声音拔得高高的，阴阳怪气地念阿弥陀佛，造孽啊，满屋子的杀气啊，这吃进去的都是要命的债啊，阿弥陀佛，保佑我们老王家别被这股戾气给连累了啊。那念佛的声音在客厅里回荡，不是清静，而是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冰冷和怨毒。儿媳妇愣在原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儿子赶紧跑过去劝亲妈，妈大过节的，她也是一片好心，您少说2句行不行？王老太一听儿子帮媳妇说话，气血直接涌上了头。她把佛珠往茶几上重重一摔，指着儿子的鼻子破口大骂，我少说2句，我这是在念佛，我是在帮你们消这满屋子的业障。你以为我愿意管你们菩萨在上面看着呢？你们这么造杀孽，迟早要遭报应。儿媳妇的底线终于被彻底击穿了。她走上前，端起那盘螃蟹狠狠地砸进了垃圾桶，咣当一声巨响，盘子碎了一地。儿媳妇浑身发抖，指着王老太说，妈，你念的不是佛，你念的是催命咒，这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当天晚上，儿媳妇拉着行李箱回了娘家，儿子在客厅里坐了整整一夜，抽了一地烟头。第二天一早，儿子也开始默默地收拾几件衣服。王老太慌了，去拽儿子的袖子，你干什么去？连你也要气死我！儿子满眼通红地看着他，极其疲惫地说，妈，我求求您了，您放过我们吧，我出去租房子住，每个月给您生活费，您这个家太冷了，谁也待不住。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热热闹闹的房子瞬间空了。王老太一个人守着那个大木鱼，一连几个星期没人跟他说话。深秋的夜里凉，他一个人去够柜子顶上的厚被子，不小心摔倒，闪了腰，连床都下不来。他在床上躺了3天，饿得头晕眼花，周围静得可怕，除了钟表的滴答声，什么也没有。那个时候，他拼命在心里念阿弥陀佛，求菩萨显灵，让儿子回来。可是根本没有感应，只有无尽的孤独和恐惧。就在那3天躺在床上熬病的日子里，他突然看着天花板醒悟了。他回想起自己摔佛珠翻白眼的那个瞬间，他突然明白，那一刻自己哪里是在念佛，自己简直就像个想要吃人的夜叉。他是用菩萨的名号当刀子，一刀一刀地挥向儿媳妇，也深深地把儿子逼走了。病好以后，王老太像变了个人，她不再给儿子打电话，
发号施令，也不再提儿媳妇的任何毛病。他撤回了所有的干预，守着那份孤独，只在打扫空荡荡的房间时，在心里默默念一句佛号，不再出声。后来儿子儿媳逢年过节也会回来看看他，但那种亲密无间的母子感情彻底断了。王老太接受了这个结果，那是他自己造下的恶果，他得自己吞。诸位啊，你想想看，释迦牟尼佛要我们破除我执，看透诸法无我，可是王老太呢，他不仅没有放下自我，反而把佛菩萨拉过来，当成了壮大他那个控制欲的打手。你觉得儿媳妇必须听你的，儿子必须归你管，这就是极其顽固的我。当别人不听话的时候，你用一句充满愤怒和傲慢的阿弥陀佛去咒骂别人，去道德绑架别人，这句佛号就变成了一把死死勒住家人的枷锁。你用满身的贪嗔痴去念佛，你发射出去的心念全是你自己那股扭曲的控制欲。佛光再慈悲也照不进一个装满傲慢和怨气的铁桶里。你要记住，佛不是帮你控制别人的打手，佛法是教你如何放手的明灯。既然声音里带着怨气，念不通，那真正的念佛到底是怎么跟宇宙里那股巨大的能量接通的呢？为什么古人要把这句阿弥陀佛称为万咒之王？诸位啊，咱们得从这4个字本来的意思说起。阿弥陀翻译过来就是无量光、无量寿。什么是无量光和无量寿？它不是说有个人活了无数岁，身上发着刺眼的光，它代表的是咱们这个宇宙里面最根本、最清净、最高频、最平稳的一股原始能量。咱们老祖宗看问题是很透彻的，万事万物，包括你我的身体、情绪、命运，说到底全是一股气机在运转。你想想看，当你在家里大发雷霆，或者心里盘算着怎么去报复一个得罪过你的人，又或者你整夜地为了儿女的房贷愁得睡不着觉，你那个时候的身体是什么感觉？胸口肯定是憋闷的，手脚可能是冰凉的，对不对？这就是你体内的气机乱了，打结了，你满脑子贪嗔痴，你的心波散发出去的就是极其沉重、极其浑浊的低频气场。你处在这种浑浊的气机里面，你看什么都不顺眼，喝口凉水都塞牙，这在佛法里就叫业力牵引，你自己把自己困死在了一个烂泥潭里。那念佛起什么作用呢？念佛就是一场极其精准的气机清洗。当你把所有的注意力不急不躁地放在阿弥陀佛这4个字的读音上，你其实是在用宇宙里最清净的音声去震碎你体内那些郁结的烦恼。这绝对不是什么迷信，这在佛法里有一个专门的词叫感应道交。什么是感应道交？我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像咱们以前听收音机，半空中一直有各种电台的信号，那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你手里的收音机如果波段没调准，你听到的就全是刺啦刺啦的杂音。阿弥陀佛的清净大愿就是那个永远在发射的高频信号，而你念这声佛号就是在内心的转动你心里的那个调频旋钮。只要你不夹杂愤怒、算计和怀疑，你的心波跟佛号的频率一旦对上了，啪的一下杂音没了，那个清净的力量瞬间就通过你的声音注入到你的身心里面。这个时候你心里的那面大圆镜智
自然就透出了亮光，照散了阴暗。但是诸位啊，这收音机的波段太难调了。为什么？因为人心里面的杂音太重了。很多人说，我不像那个王老太，我念佛的时候不想着咒骂别人，我是真心实意，为了做善事修功德而念佛的，这总该能感应道交了吧。我告诉你们，只要你心里起了一个死死抓取非要不可的念头，哪怕你是为了做天大的善事，你的心波一样是乱的，佛光一样照不进来。隋代有一位出家人叫道育，这位道育和尚是个极其发心极有大志向的人。他出家以后看到很多老百姓没有地方听闻佛法，心里很难过，于是他在佛前发下了一个大愿，他要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去建一座极其宏伟能容纳1000人的大寺庙。他觉得只要这座大庙建成了，那就是名垂青史的天大功德，自己这辈子才算没有白修行。有了这个念头，道育就像疯魔了一样，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去化缘。可是建大庙要花海量的钱，哪有那么容易？他到处磕头，跑断了腿，受尽了世俗人的白眼和嘲笑。有时候为了争一块好地皮，为了弄到几根上好的木料，他甚至不惜跟地方上的官僚恶霸发生剧烈的冲突。慢慢的，这座庙的地基打好了，几根粗大的柱子立起来了。可就在这个时候，资金彻底断了，那些原本答应捐钱的富商纷纷反悔，周围的人都在看他的笑话。道育急啊，他整夜的睡不着，满脑子都是怎么去弄钱，怎么把庙盖完。他把个人的荣辱，把这座庙的面子看得比天还大。就在这种极度的焦虑和劳累之下，道育积劳成疾，突然倒下了，得了一场治不好的重病。他躺在病榻上，人瘦得脱了相，每天透过窗户看着外面风吹日晒，快要烂掉的木柱子和没建完的烂尾地基，他急得直捶床铺，心里充满了怨恨。他觉得老天爷太不公平了，我这是在为菩萨办事啊，我是为了度众生啊，为什么菩萨不保佑我？为什么要让我生病？为什么要让我半途而废，受人耻笑？他的气机已经扭曲到了极点。他虽然是个和尚，但他那个时候的心里全是不甘心，全是怨毒，哪里还有半点佛法的清净？直到有一天，他的一位同修师兄来看他，看着病入膏肓满眼血丝的道育，师兄叹了口气，走到床边，指着窗外的烂尾地基，说了极其戳心的一句话。师兄说，道育啊，你天天说你要建庙度众生，可是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连你自己心里的苦都度不了，你就算建起一座金碧辉煌的空壳子又有什么用呢？就这一句话像一道惊雷一样，直接劈在了道育的脑门上。道育瞬间愣住了，他呆呆地抬起自己那双枯槁的手，突然之间他全明白了。他明白什么了？他明白自己这些年来早就把建庙度众生这个原本清净的发心，变成了一种世俗的名利心和胜负欲。他执着于我建了一座大庙，他害怕被人嘲笑你没干成，他天天嘴里念着经，心里装的却全是木材、地皮、银两和别人的脸色。他的心波里塞满了名为做善事的世俗杂音，他其实已经被自己的执念给死死困住了。这在佛法里叫做所知障。只要这个建庙的念头不放下，他就是个在生死苦海里苦苦挣扎的凡夫俗子。道育眼里的血丝慢慢退了下去，他强撑着坐起来，
叫来身边的徒弟做了一个极其决绝的决定。他让徒弟把所有建庙的图纸画圆的账本全部抱到院子里，一把火烧了个干干净净，图纸烧成了灰，道玉心里的那座大山也彻底崩塌了。他吩咐徒弟把禅房的门从外面锁上，不准任何人打扰。他不再想什么名垂青史，不再想什么烂尾的工程，也不再抱怨老天的绝情。在那间昏暗的病房里，道玉盘起腿，闭上眼睛，他把身上所有的力气都集中在一呼一吸之间，每呼出一口气，他就把心里的一分牵挂扔掉，每吸进一口气，他就极其平稳地念出一句阿弥陀佛。一天两天，整整7天7夜，他的脑子里再也没有柱子银两和众人的嘲笑，他的心波终于被调成了一条平滑干净的直线。这句纯粹到了极点的佛号，终于和宇宙里阿弥陀佛的大愿海产生了完美的感应道交。到了第7天，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原本充满中药味和血腥味的禅房里，突然飘出一阵极其奇异的香气。徒弟们大着胆子打开门，发现道玉和尚端坐在床上，脸上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婴儿般的安详微笑，已经停止了呼吸，作画了。诸位，你想想看，道玉和尚一辈子到处化缘，建庙吃尽了苦头，但他那个时候是烦躁的，是痛苦的，反而是最后这7天，他把庙彻底放下了，连命都放下了，只守着一句佛号，他却得到了真正的生死自在。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哪怕你是为了所谓的家庭好，为了儿女好，只要你起了非要不可的执念，你的心波就是乱的。咱们很多老朋友虽然不用去建庙，但你们其实都在家里给自己建庙。你一辈子省吃俭用，非要给儿子在城里买套大房子，你天天操心，非要逼着女儿嫁个门当户对的人家，你觉得你这是在做天大的好事，你觉得你为了这个家把心都操碎了。可是只要事情不顺你的意，你就气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觉得自己委屈得不得了。你跟那个为了建庙吐血的道玉和尚有什么区别？你心里的包袱太重了，杂音太大了，你不把这些自以为是的执念放下，你念10万声佛号，那也就是在用嗓子喊口号，根本连不上佛陀的清净契机。真正的道场不在外面，那座庙里也不在儿女的房子里，就在你当下这颗干干净净没有所求的心里。可是话又说回来，放下执念，平复契机，这道理听着好听，真做起来难如登天呐。当一个人真的面临巨额的债务，家庭的巨变，甚至是查出了晚期绝症，死亡已经逼到眼前的时候，个人的心理瞬间就会崩溃。那个时候难道只靠自己硬撑着说一句我要放下就能把问题解决了吗？你要晓得，凡夫俗子的这颗心力量是极其微弱的。平时日子过得顺顺当当，你还可以去公园散散步，泡壶茶，谈谈怎么修心养性。一旦你过去生中甚至这辈子累积下来的那个巨大的因果业力像雪崩一样砸下来的时候，你靠什么去挡？咱们很多人遇到大难，第一反应就是拼命去反抗。你动用所有的人脉，花光所有的积蓄，绞尽脑汁去算计，试图用你那颗极其有限的大脑去找出一条活路来。这在佛法里叫做纯靠自力。可是你面对的是宇宙级别错综复杂的因果烂账，你靠自己那点微末的力气
去硬扛，扛到最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彻底崩溃，整个人犹如陷入泥潭，越挣扎陷得越深。这个时候该怎么办？释迦牟尼佛早就替咱们想好了，人力对抗不了业力的时候，你必须懂得借力。借谁的力？借阿弥陀佛那48个大愿化成的大愿海的力，这就叫他力法门。有位周姐50岁出头，她这大半辈子过得非常苦，丈夫早年就不管家里了，她一个人起早贪黑的摆摊做小生意，硬是咬着牙把儿子拉扯大。那一年秋天，儿子非常争气，考上了城里的一所重点大学。周姐拿着录取通知书跑到娘家大哭了一场，觉得这辈子的苦日子终于熬出头了，以后就等着看儿子毕业结婚抱孙子了。可谁能想到，就在儿子去大学报到的第2个月，周姐因为连着几天肚子疼得直不起腰，去医院一查，晚期绝症。大夫跟她说得很直白，错过了手术机会，最多也就剩半年的时间了。这个消息对周姐来说简直就是五雷轰顶，她最大的欲望就是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要活下去，必须亲眼看着儿子成家立业。她最深层的恐惧就是自己一旦死了，儿子在这世上就成了没根的草，而且自己这辈子还没享过一天福。他死不瞑目，因为这种极度的恐惧和不甘心，周姐陷入了疯狂的挣扎。她不接受医院保守治疗的建议，瞒着儿子，把准备给儿子以后买房付首付的几十万积蓄全拿了出来，开始乱投医。正规医院看不了，他就去找那些极其偏僻的乡下，花高价买各种根本没有经过验证的民间偏方。那几个月里，周姐的家里天天熬着一种黑乎乎的散发着刺鼻怪味的草药，她喝下去以后，不仅并没有好转，反而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连头发都掉光了，浑身浮肿。她的脾气也变得极其暴躁，稍微一点不顺心就砸东西，嘴里不停地咒骂老天爷，瞎了眼纸包不住火。儿子放寒假回来，看到家里这副景象，看到骨瘦如柴、脾气大变的母亲，以及那个已经被彻底掏空的存折，儿子一个人躲在洗手间里哭得站不起来。周姐为了求生，那股不顾一切的执念不仅没有救他的命，反而把这个原本充满希望的家拖进了万劫不复的地狱。有一天凌晨，周姐被疼醒了，她艰难地转过头，看到儿子的房间里还亮着灯，她扶着墙一步一步挪过去，透过门缝，她看到儿子正趴在书桌上写东西，书桌上放着一沓厚厚的招工简章，都是那种最苦最累的体力活。而儿子正在写的是一份大学退学申请书，儿子打算退学去打工，好赚钱继续给他买那些昂贵的偏方。看到那份退学申请书的瞬间，周姐整个人僵住了。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这几个月来就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死死地抓着儿子不放。她以为自己在跟病魔做斗争，其实她是在用自己对死亡的恐惧亲手毁掉儿子刚刚开启的人生。周姐跌跌撞撞地回到床上，用手死死捂住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她狠狠地扇了自己2个耳光，那一刻她终于认输了。第2天一早，她把家里所有剩下的偏方草药全部扔进了外面的垃圾桶。她平静地叫来儿子，把那份退学申请书撕得粉碎。她告诉儿子，妈不治了，咱们认命，你马上给我滚回学校去念书。从那天起，周姐再也没有去找过任何医生，也不再问
老天爷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他每天就安静地躺在床上，不再去跟身体里的剧痛对抗。当那股钻心的疼痛袭来的时候，他不再哭喊，也不再烦躁，而是闭上眼睛，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部放在呼吸上，在心里极其微弱但又无比坚定地默念阿弥陀佛。他把自己的生死，把对儿子的牵挂，把这辈子吃过的所有的苦全部交托了出去。你猜怎么着？奇迹并没有发生，周姐最后还是走了。因果就是这么铁面无私，该来的果报谁也躲不掉。但是最不可思议的是，在周姐生命最后的那2个月里，她竟然一点止痛药都没有打。她躺在病床上，面色平和，眼神极其清透，甚至在临走前的那天早上，她还笑着让儿子给他洗了把脸，然后在一声极轻的佛号中安详地停止了呼吸。儿子后来顺利回到了大学，完成了学业。诸位，你们看懂了吗？周姐到最后念佛，难道是为了求佛祖把她的绝症治好吗？根本不是。如果是为了治病，那是跟佛做交易，她走的时候一定会充满怨气。周姐在最后关头终于明白自己那点凡夫的心力根本对抗不了生死的大劫，他放弃了用智力去挣扎，而是把心完完全全的靠在了阿弥陀佛的大愿海里。这在佛法里有一个极其厉害的说法，叫做带业往生，横超3界。我给你们打个最通俗的比方，这就好比一只蚂蚁被困在了一张纸上，这张纸上画满了迷宫，画满了高墙。这只蚂蚁如果只在纸面上爬，它碰到墙就得拐弯，它永远也走不出这个迷宫，最后只能累死在里面。这就好比咱们凡夫俗子在现实的因果规律里打转，你欠了债就得还，你得了绝症肉身就得坏，你逃不掉的。这叫速出3界，太难了，几乎不可能。但是这只蚂蚁如果突然长出了翅膀，它不顺着纸面爬了，它直接向上飞了起来，飞到了半空中。诸位，你想想，一旦它飞起来，纸上画的那些迷宫和高墙对它还有阻挡的作用吗？墙还是那些墙，纸还是那张纸，因果还是那个因果，但是维度变了，蚂蚁已经不受那个平面的限制了。这就是横超3界。周姐肉身的绝症没有消失，那是她必须承受的果报，但是她通过极其纯粹的一句佛号向佛陀借到了力量，她的心境被这声佛号直接拉升到了一个无比清净绝对安全的高维度里。在这个高维度的境界中，肉体的疼痛和世俗的牵挂再也无法干扰他本心的宁静。他带着自己残破的肉身和因果，安安稳稳地投入了佛陀的怀抱。咱们很多老朋友晚年遇到老伴卧床不起，或者儿女欠下巨债，你天天愁的头发大把大把的掉，你用你的算计去跟命运对抗，你那点心力够干什么的？遇到这种根本无法逆转的烂摊子，你要学会放手，学会把这本你根本算不清的账交托给宇宙里最大的那个愿海。既然阿弥陀佛的大愿海这么慈悲，只要你肯借力，他就能给你兜底。那咱们就得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了，为什么同样是念佛，有的人在绝境里一念就灵，能找到出路，而很多老朋友念了几十年，手里的念珠都磨出了老茧，却觉得毫无反应，甚至越念心里越觉得憋屈，越烦躁呢？这组老祖宗留下的宇宙密码，为什么偏偏在你的身上打不通？
诸位啊，咱们前面讲过感应道交，你要跟佛陀清净的气机接通，频率必须得对上，你打不通。问题不在佛陀那个大愿海里，问题全出在你自己的这颗心里，你的心波里杂音太大了。你想想看，你平时是怎么念佛的？你一边嘴里飞快地念着阿弥陀佛，一边心里还在盘算明天买菜得花多少钱。隔壁老王昨天那句话是不是在含沙射影骂我？你这叫念佛吗？你这叫口念弥陀心散乱。你发射出去的心波全是极度散乱的，充满了贪嗔痴的杂讯。佛法讲念佛能不能接通，靠的是两个字，信和愿。这两个字就是你连通大愿海的方向盘。什么是信？不是你嘴上说我相信有菩萨，而是你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当你一边念佛，一边心里还在嘀咕，念这个到底管不管用啊？菩萨怎么还不来帮我啊？的时候，这种怀疑和算计就是最大的杂音。这股杂音就像一堵厚厚的铁墙，把你和佛陀的清净光明死死地隔开了。很多人觉得自己读过很多书，甚至能把佛经背得滚瓜烂熟，觉得这样念佛肯定更管用。我告诉你，恰恰相反。有时候知识分子的那种傲慢，那些满腹的大道理，反而成了感应道交最大的障碍。在宋代，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学问家叫吴克己，这个人从小饱读诗书，才华横溢，是当时非常有名的理学家。他这辈子最大的欲望就是靠着自己肚子里那些圣贤书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一代名臣大儒。既然是大儒，吴克己身上就带着一股极度狂傲的知识分子的脾气。他平时最看不起的就是老百姓信佛念佛，他觉得念几句阿弥陀佛就能消灾解难，就能往生净土，这简直是乡野村妇无知渔夫的迷信。他经常写文章，引经据典的去批判佛教，觉得自己掌握的才是宇宙间最高级的真理。可是因果无常，谁也逃不掉。就在吴克己学问做得最大，名声最响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得了一场极其严重的眼疾，当时的医生全都束手无策。没过多久，他的双眼彻底瞎了。诸位，你想想看，一个把读书写字做学问看得比命还重的傲慢大儒，突然变成了一个连路都看不见，饭都得靠人喂的瞎子，这是多么大的恐惧。他这辈子最引以为傲的尊严，他用学问去鄙视别人的资本，瞬间就被剥夺得干干净净。他的世界彻底陷入了极度的黑暗。瞎了眼之后的吴克己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再也维持不住那个文质彬彬高高在上的大儒形象了。他每天在家里发疯一样的砸东西，把平时最心爱的古董砚台摔得粉碎，把书本撕得稀巴烂。他大声地咒骂老天爷瞎了眼，咒骂命运对他不公平。只要下人端茶送水稍微慢了一点，哪怕是不小心碰出了点声响，他就会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歇斯底里的破口大骂。整个家里的人都被他吓得躲在门外，谁也不敢靠近他。他的心里充满了极度的狂躁、怨恨和恐惧。他原本以为自己学了一肚子的圣贤道理，能看透天下万事，可到了真刀真枪面对苦难的时候，他悲哀地发现那些大道理根本管不住自己的脾气，更平复不了内心的恐惧。他的气机已经彻底溃散成了一团乱麻。
有一天下午，吴克己又在书房里发了一通脾气，他把桌子掀了，整个人瘫坐在满是碎瓷片和破纸堆的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屋子里死一样的寂静，只有他那种充满怨毒的呼吸声。就在这个时候，从他家院墙外面的街道上传来了一阵脚步声，接着一个云游生人的声音顺着窗户飘了进来。那个和尚正在一边画圆，一边极其平缓地念诵着佛号，阿弥陀佛。那声音并不大，但不知道为什么，在那极度混乱阴暗的书房里，这几声佛号显得异常的清晰，没有一点点着急，没有一丝一毫的火气，就是那么安稳，那么清透，就像一股极其清凉的泉水慢慢地流淌过来。瘫坐在地上的吴克己突然就不动了，他呆呆地听着窗外那平稳到了极点的声音，再回想一下自己刚才像疯狗一样砸东西的样子，他心里那个坚不可摧的傲慢突然之间就崩塌了。他恍然大悟，我吴克己自命不凡，读破了万卷书，看不起那些目不识丁念佛的老太太，可是人家心里头干干净净，遇到事能安安稳稳，而我呢，遇到点灾祸，连自己的心都降服不住，活生生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地狱里的恶鬼。我那满腹的才华，所谓的绝顶聪明，在真实的生死苦难面前，简直连张废纸都不如。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儒摸索着从地上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走到院子里，他扑通一声面朝西方，双膝跪在了泥地上。这一次他没有去翻找任何儒家的经典，也没有去搞任何高深的辩论，他把那颗高高在上充满怀疑和算计的头颅深深地低了下去，低到了尘埃里。他跟着窗外那个渐渐远去的声音，用颤抖的嘴唇念出了他这辈子曾经最鄙视的4个字：阿弥陀佛。就在他彻底放下傲慢，承认自己只是个毫无办法的凡夫俗子，毫无保留地把心交出去的那一刻，他心里的狂躁瞬间就平息了。史料上记载，晚年的吴克己虽然眼睛依然看不见，但他整个人散发出来的那种气场变得极其柔和澄明。他依然给弟子讲学，但他再也不狂妄了，他把念佛的智慧揉进了生活里。最后他预知了自己离开的时间，安安稳稳面带微笑地告别了这个世界。诸位，你看懂吴克己的转变了吗？为什么他一开始遇到灾祸会痛苦的发疯？因为他的所知障太重了，他觉得我很聪明，我能算计，我懂得多。当一个人充满了这种世俗的傲慢时，他发射出去的心波全是极其尖锐的杂音，佛光根本打不透这种坚硬的壳。而当他瞎了眼，彻底粉碎了那份狂妄，跪在泥地上老老实实念出一声佛号的时候，他心里再也没有一丝杂念了，他不怀疑了，不评判了，也不算计了。就在那一念之间，他的心清净到了极点，他的凡夫之心当场就并轨到了佛陀那个清净的频率上。这就叫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咱们很多老朋友其实身上多多少少都有当年吴克己的影子。你觉得你在社会上摸爬滚打那大半辈子，你经验丰富，你总喜欢去评判儿女做得对不对，你带着这满脑子的精明去念佛，你以为你在修行，其实你那心波里全是不服气，全是控制欲。你要记住，在宇宙的因果大规律面前，你那点小聪明真的连一粒灰尘都算不上。
要想念得灵，要想真的把这组密码打通，你得先把那颗高高在上的心降下来。不管你以前当过多大的官，赚过多厚的家底，你在念佛的这一刻，你就是一个老老实实渴望清净的普通人。你不求发财，不求面子，不夹杂一丝一毫的怀疑，就让这4个字干干净净的在心里流淌，杂音没了，信号自然就通了。把道理讲到这儿，肯定有老朋友要问了，你说的这些我都懂了，不能带怨气，不能做交易，要放下杂音向佛陀借力。可是咱们每天活在这烟火人间，要买菜做饭，要管教孙子，遇到那些让人火冒三丈的破事，我这句佛号到底该怎么用？总不能天天跪在院子里不起来吧？别急，既然是要帮大家解决生活里的难题，咱们就讲点最实在的。我给诸位总结了4个具体的落地办法，咱们就来看看在现实生活里到底该怎么做，才能真正在一地鸡毛的日子里把这组宇宙密码用对。咱们先说这第一个办法，你得放下交易，破除那个凑数字的傲慢。咱们很多老头老太太学佛，特别喜欢买个电子计数器套在手指头上，或者手里天天掐着一长串念珠。你给自己定下严苛的任务，今天必须念满1万遍，明天必须念满3万遍。你坐在沙发上闭着眼睛正掐着珠子赶进度呢，小孙子跑过来不小心打翻了水杯，或者老伴在厨房里炒菜把锅铲弄得震天响，你立马就火冒三丈，大声吼叫，没看我正修行吗？你打断了我的功德。诸位，你想想看，你这叫修行吗？你这是借着修行的名义在壮大你自己的傲慢心。你要记住，佛陀的那个大愿海不是靠算盘打出来的。你不要以为你在机器上按了1万下，菩萨就得在天上给你记上一笔账，回头就得奖励你一个好运气。这是彻头彻尾的行贿心理。如果你发现自己为了凑这个数字变得脾气越来越暴躁，看家里谁都不顺眼，我劝你立刻把手里的计数器扔掉，真正的念佛，不要去数数。你回到最平常的日子里，哪怕你一天只念了10句，只要你念的时候心里干干净净，没有向外求官求财的功利心，这在佛法里就叫一念自成。佛光能照进来的是你这一念的清净，绝不是那个冰冷的数字。再说第2个办法，当你的境遇大乱的时候，你要学会先调平，不动念。什么叫境遇大乱？就是家里突然破财了，大笔的积蓄被人骗了，或者突然查出个什么大病，甚至是老伴在外面惹了祸。一般人遇到这种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第一反应就是慌，脑子里嗡的一下，接着就是极度的恐惧，然后开始愤怒抱怨，找人拼命，或者急得满地打滚。我跟你们讲，这个时候你身上的气机是全盘崩溃的，你发出的心波全是最混乱最低频的信号。这种信号只会把更坏的因果更倒霉的事情招惹过来。下次再遇到这种把你逼到墙角的事，你记住，别急着发火，别急着用你那个已经乱成一锅粥的大脑去做任何决定。你先找个没人的角落，实在不行，你去洗手间把自己反锁起来，你闭上眼睛深呼吸，不要去想外面那些糟糕的东西，你就安安静静的在心里听自己念10句阿弥陀佛。这10句佛号不是为了求菩萨显灵把外面的麻烦变没，而是为了像个锚一样把你溃散的气机死死盯住。你通过这10句没有杂念的佛号，
向大愿海借一点安定的力量，强行中断你脑子里那个想要发疯的指令。你把心里的频道调稳了，人稳住了，你心里的那面镜子才能照出理智，外面的死局才可能有转机。这第三个办法，要化越界的干预为无声的回向。咱们中老年朋友大半辈子都在为儿女操劳，最放不下的也是儿女。看到儿子生意不顺，看到女儿30多岁还不结婚，你在旁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你天天跟在晚辈屁股后面唠叨，甚至像咱们前面讲的那个王老太一样，用念佛来给儿女施压。结果呢，你越管家里气氛越像冰窖，最后众叛亲离。你要晓得，儿孙自有儿孙福，每个生命都有他自己必须去经历的因果和根头。你倾尽所有去干预，非要他们按照你的路线走，表面上是无私的爱，其实是一种极其霸道的控制欲，这叫我执太重。从今天起，当你看着儿女走弯路，你气得想骂人，想去插手干预的时候，你狠下心，把马上要脱口而出的话咽回肚子里，你把嘴闭上，在心里默默地念一句佛号。你用这股清净的心波代替你那种焦虑的控制欲，你把这声佛号当成一种无声的祝福回向给他们。你不去评判他们的对错，你允许一切发生。你要知道，这种不强求不干预的慈悲，这种安安静静守住本分的态度，才是你作为一个长辈能给这个家带来的最大的福报。最后第4个办法，也是最日常的一个办法，叫做不压杂念，只听心音。有很多老朋友跟我抱怨说，我也想清净，可是我一闭上眼睛，或者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时候，脑子里就像放电影一样，全是我以前受过的委屈。我越想压住这些念头，这些杂念就冒得越凶，最后自己把自己气得肝疼，根本念不下去。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要去跟杂念打架。人的这颗心啊，就像一杯搅浑了的泥水，你越是拿个棍子去搅和它，试图把里面的泥巴赶走，这杯水就越浑浊。那该怎么做？你不用管它。你在厨房里切菜的时候，或者在床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你就把注意力轻轻的若有若无的靠在阿弥陀佛这4个字的声音上。杂念来了，随它来；心里翻江倒海的委屈冒出来了，随它冒。你就像个站在路边看车流的人，车来车往，你不去拦它，也不去跟着车跑，你只要一直守着，听着自己念佛的声音。时间长了，那杯泥水没人去搅和，泥沙自然就沉淀到杯底了，上面的水自然就清澈了。水一清，你心头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委屈，那些算计和怨气，不知不觉就化掉了。这就是佛法带给普通人最温柔也最强大的抚慰。好了，今天跟诸位把这句佛号的秘密彻彻底底的交了底，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听完可能转头又忘了。老规矩，我在这儿最后再啰嗦一遍，今天讲的这3个佛法道理，你们一定要死死守住。第一，念佛绝对不是跟菩萨做买卖，你要记住，以后别再拿佛号去求升官发财，求别人听你的话了。回到家，把脾气放下，把傲慢放下，用平常心去念，把它当成向内擦洗自己心里的灰尘，这就对了。第二，凡夫的心力永远扛不过累世的因果业力。你要记住，以后遇到躲不过的大灾大病，或者家里破了财，千万别用你那乱糟糟的妄念去硬扛，
赶紧把心安住在佛号上，向佛陀的大愿海交托，这就叫感应道交。第三，咱们这个娑婆世界本来就是苦的，别处处强求圆满。你要记住，儿孙自有儿孙福，看着晚辈走弯路，把你的唠叨闭上，在心里把这句清净的佛号化作无声的祝福送给他们。这就是咱们做长辈最大的修养，这3条。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讲得透，对你后半辈子的日子有帮助，请动动手指给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支持这份善念继续流通。你也可以把这期内容转发给你的亲人和老朋友，每一次转发提醒，其实都是在为你自己和家人积攒福报。最后咱们老朋友之间，我说句透底的话，你要晓得，在这个世间，文字是有力量的，而人起心动念的那个念头，更是有着极其巨大的能量。我希望每一位看到这里的老朋友，都能在评论区里留下属于你的一句善言。你可以写放下万缘，一声佛号清净心，也可以写愿弥陀慈光，护佑全家平安。诸位仔细想想，当千千万万个老朋友的善念在这小小的屏幕底下汇聚在一起的时候，那形成的清净磁场威力是不可思议的。你今天在这儿郑重写下的一句祈福，那股慈悲温暖的能量，最终都会回向到你自己，回向到你的儿女和家人身上。